战争中，人们对于武器的追求在不断进步。如今，现代战场上的无人化武器系统，正是人们既要消灭敌人，还要保存自己的体现。然而，在过去科技不发达的年代，这样既要又要的心理就很难实现了。不过，这并不妨碍吃错药的设计师们。曾经，美英苏德都有利用动物作为武器的黑历史。今天，果粒君就为大家盘点一下历史上出现过的奇葩动物武器，看看哪个国家的脑洞最大。首先登场的是德国驴式自行反坦克炮，这算是本期视频中最为正常的选手。驴式自行反坦克炮属于二战后期德军的武器之一，适合大量生产、广泛装备，有无油耗、绿色环保、无视地形等诸多的优势。战斗权重500公斤左右，成员1人，100公里消耗约20斤草料。功率为1驴力约合 0.8 马力，时速一般为每小时10到20公里，其最高速度则要视驴子的体质以及在听到枪炮声时所受到的惊吓程度而定。驾驶方式通常为人工手动驾驶，但若遇到动力情绪不稳或受到严重惊吓的特殊情况时，则会立即转为自动驾驶。此时将由动力自行决定行驶速度及方向。著名的德军坦克兵手册里明确规定了在遇到此种特殊情况时的应对方法。此时成员应双手紧抱驴子的脖子，身体尽量前倾，并紧贴以降低风阻、提高速度，并使自己与驴子保持一致的运动轨迹，不致发生脱离。主武器为一架铁拳反坦克火箭筒或一门无后坐力反坦克炮，具体配置要由驴的个头及是否听话而定。当然，驴式反坦克炮的弹药只有1发，所以在打完背上的弹药后，驾驶员将会与驴子一同逃跑，或者干脆丢弃不管，完全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反坦克战车。驴式自行反坦克炮或许只是笑谈，但随后的中东战场上，驴子却是当地武装反抗美军的重要工具。虽然相比于机动车，驴子有着机动性差、防护薄弱的缺点，但是其胜在随时随地抓来就能用，维护方便且通过性好，在山地及巷间作战尤其能发挥其优势。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苏联反坦克狗。二战时，苏联曾经把狗当作移动的反坦克炸弹，这种武器被德军称为 Handminen，翻译过来即狗地雷。在一战时期便有使用军犬上战场的历史了，只是那时的狗狗们还只是在战场上做一些简单的事情，如搜寻伤员、警戒、引导道路等。而在1941年的苏德战场上，经过特殊训练的狗狗们踏上了前线，开始了自己的热血征程。他们用自己独特的作战方式来为苏联效力，即炸毁德军坦克。苏联人把炸弹捆在狗狗身上，当狗跑到坦克底下的时候，炸弹就会爆炸。在进行练习的时候，被选中的狗狗会被迫挨饿，然后食物被安置在练习坦克的下方，让狗狗产生坦克下都装着食物的感觉。同时，训练时还要让狗狗在奔跑时习惯战斗的轰鸣声，以防其受到惊吓影响任务成功率。随后，反坦克狗开始投入正式使用。1941年，经过魔鬼训练的狗狗被派去一展神威，结果战术并未成功，因为实战的时候，很多狗狗并不愿意钻到坦克下方，并且德国人也不傻，看着背上绑着炸药到处跑的狗狗，就是头猪也知道是要干什么，因此狗狗一靠近坦克就会被扫射，狗狗们被吓到了，因为这种情况并不在训练范围之内。另外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些狗狗是用苏联坦克进行训练的，德国坦克和苏联坦克所用的燃料不同，有些狗闻到了熟悉的燃料味道，就跑到自己坦克的下面，还有不少时候，狗狗会因为战斗的噪音受到惊吓，跑回主人身边。即便如此，这些反坦克狗也不是没有成功过。据苏联方面表示，在库尔斯战役中，16只反坦克狗炸掉了德军12辆坦克，这大概是历史上反坦克狗最成功的一次战斗记录。下面一位登场的选手也出自二战期间美国科学家的嗑药发明——鸽子炸弹。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当时制导技术尚不成熟，飞行员在实施轰炸任务时不得不进行低空飞行，凭借自身对炸弹攻击方向做出判断，尤其是在敌方防空火力密集的情况下，飞行员面临着风险就十分巨大。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行为心理学家斯金纳教授就提出设想，可以通过训练鸽子来充当导弹的制导系统。斯金纳认为，鸽子对目标具有很好的判断力，经过加入大麻的食物和舰艇图形的条件反射训练后，你看，果然是嗑过药才能想出的方案。
鸽子为取得食物，会对屏幕上的舰艇图形不断啄食，最快能达到45分钟1万次。这一频率已经足够引导炸弹对目标进行攻击。一只训练成功的鸽子会在短时间内快速地啄屏幕，因为鸽子计划对应的炸弹是制导反舰炸弹，因此在训练过程中拟定的视频目标图像是军舰。反正鸽子也分不清楚，因此也不必精确到何种型号。屏幕采用了类似于今天的触摸屏技术，看来鸽子或许才是第一个触摸屏设备的使用者。根据鸽子啄食方向在屏幕上产生的电流，来对炸弹的飞行轨迹进行控制，从而实现制导的目的。该原理和如今导弹使用的电视制导颇为相像，只不过对于目标的识别换成了鸽子。根据当时的设计，这种由鸽子进行制导的滑翔炸弹重约1000磅，可以说威力十分巨大。为使制导过程更加精准，科学家还研发了能装3个鸽子的制导弹头。然而到了1944年二战末期，随着技术进步，雷达、无线电等多种制导方式的出现，美国这疯狂的鸽子炸弹计划才被正式取消。下面这位选手也来自美国，或许爱玩游戏的观众朋友更为熟悉，在终极动员令红色警戒游戏中就有出现，这就是美国的武装海豚。而现实世界中，这种武器可是真实存在的。早在越战时期，美国就大量训练海豚来应对越南的袭击。在越战期间，北约方面大量经受过苏联训练的蛙人部队，频繁从水路潜入美国控制区，要么安放炸药炸毁船，要么就潜入陆地执行破坏任务。而北越蛙人最大的一次成功，就是在1964年5月2日炸沉了美国卡德号护航航母。美军对此想了很多种办法，比如拉起铺网、使用鱼叉枪射击、水下布置鬼雷等办法，但都无济于事。后来就想出用海豚来对付蛙人的办法，于是美国从本土调来了6只军用海豚，部署在了自己频繁遭到北越蛙人攻击的基地内。海豚会携带匕首或者与高压气罐相连的空心尖管等武器。由于海豚的独特生理结构，使得它们能在360米远的距离就发现敌方蛙人，然后海豚们会悄悄地逼近目标，等到了合适的机会就会猛冲过去，把嘴上装备的武器尖嘴刺入敌人体内，里面的二氧化碳就会迅速进入人体，导致身亡。靠着这些海豚杀手，美国在1个月内的时间就成功消灭了大量北约派来的蛙人。这个战力让美国人对海豚的信心大增，海豚部队多年来一直是美国的编制内部队。后来美军对海豚能否适应未来战争进行了深入研究，考虑到海豚潜在的消极怠工和叛变风险，以及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抗议，美国最终选择研制水下机器人代替海豚。最后压轴登场的选手算是疯狂科学家们最大胆的实验了，这就是英国的机动力核地雷。冷战时期，英国为了防御苏联入侵西德，英国战争办公室在1954年下令开发代号蓝孔雀的核地雷，这是一种重达7.2吨的核炸弹。该地雷的设计构想是将核地雷埋藏于西德，通过远程遥控将它引爆，用核爆炸来阻止苏联红军的钢铁洪流。1954年，核地雷设计图被绘制成功，核地雷部件也一一经过测试。核地雷炸弹由一个布盒和环绕在周围的高能炸药组成，外部被一个厚厚的钢铁外壳密封起来，并安装有倾斜开关。一旦有人试图破坏埋设好的核地雷，他们会在10秒内自爆。1957年7月，英国陆军订购了10枚蓝孔雀，并计划部署在西德。然而，蓝孔雀核地雷有一个致命缺点，欧洲的冬天可是相当的寒冷。当核地雷埋入地下时，某些部件会因为冻结产生故障，导致引爆装置失灵，不能引爆。于是军方和科学家们开始寻求保温办法，其中一个建议就是给地雷穿上保暖衣，在它的外面加上一层玻璃纤维保温套。然而这怎么可能配得上英国人的脑洞呢？于是就有了另一个建议，把一只活鸡装进地雷的外壳内，依靠鸡40度的体温来维持脆弱的引信电子系统以及触发机构的正常运转，同时在鸡笼内还会预备上一些鸡粮，以维持鸡的生命并防止它们啄食内部的电线。这只活鸡就成了核地雷的暖炉，它的体温能保持核地雷内部零件的温度。多年后，这个当时严肃至极的建议，如今被当成愚人节的笑话。然而讽刺的是，该计划最终流产的原因并不是英国人良心发现要保护鸡，
而是英国人设计的这些核地雷可以产生1万吨的爆炸威力，并且会制造出不受控制的核辐射污染。在西德方面的强烈反对下，英国重新评估该计划，并发现核地雷一旦爆炸，简直就是杀敌1000，自损15000，将会是整个欧洲和世界的灾难，最终才不得不停止了这个丧心病狂的计划。上述这些疯狂的动物武器，只是人类在战争史上为了胜利不择手段的一小部分。对动物而言，卷入人类战争本身就是一场灾难。那么你还知道哪些用动物作为武器的案例吗？欢迎将你知道的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